面对身价30亿的豪门阔少疯狂砸钱，他连正眼都没瞧一下。面对清华的保送名额，他摆摆手直接给拒绝了。全网都说他是最强恋爱脑啊，放着金山银山你不要，偏要嫁一个月薪几万块的打工仔。可10几年过去了，当年那些削尖了脑袋啊要挤进豪门的女明星，要么在替父还债，要么成了豪门的生育机器，唯独只有她活成了所有女人最嫉妒的模样。她就是中国首位世界小姐冠军张子琳。那时候张子琳啊，那头顶世界小姐光环，那腿长的你 P 图都不敢这么 P， 走到哪呢都是聚光灯的焦点。这样耀眼夺目的美人呢，被富商4名男一眼看中，这爷身家30多个亿，追求女明星的套路也是简单粗暴，那就是直接砸钱，豪车送，名表买，限量版的包包，哪怕在巴黎球场上，下一秒呢就得出现在张子琳的化妆台上。按照娱乐圈的剧本，那接下来的剧情呢，应该是美女感动落泪，嫁入豪门，从此是洗手做羹汤，过上富太太的枯燥生活。毕竟啊，这是多少小模特的终极梦想啊！但这位孙大少爷怎么也没能想到呀，自己在张子琳这儿那算是踢到最硬的一块钢板了。张子琳呢，不仅没收那些个贵重的礼物啊，甚至啊连个炒作绯闻的机会都没给他，拒绝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。当时很多人嘲笑他，你这姑娘怕不是读书读傻了吧？这可是30亿啊，过这村可是没这店了。但是说实话啊，如果你了解张子琳的成长史，你就会发现这姑娘的硬气那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她出生在一个严肃的巨人家庭，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孩子，从小接受的教育，她就不是如何嫁得好，而是如何站得直。她那双逆天的大长腿啊，一开始呢也不是用来走 T 台的，而是用来跨栏的。14岁那年呢，她就拿下了北京市100米栏的冠军啊！当时啊，她的体育成绩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这个清华大学直接向她伸出了橄榄枝，保送啊！各位，那可是清华呀，多少家长那是砸锅卖铁，求人拜佛，求都求不来一张录取通知书。那换作是你啊，你犹豫1秒都是对这个清华的不尊重。可张子琳呢，她居然给拒绝了，理由简单的让人想吐血。我的志向不在体育，我想读经济。你看啊，这就是张子琳的底层逻辑，沉没成本在她眼里根本不存在。不管之前的路铺的有多么顺，只要不是我想要的，我就能够立刻调转车头啊！哪怕前面是清华大学，哪怕前面是30亿豪门，这种对命运极其恐怖的掌控力才是大女主的标配。后来呢，她考进了北京科技大学读经管，这书读着读着呢，因为无处安放的大长腿啊，又误打误撞撞进了模特圈。2007年在三亚，她戴上了那顶象征着全球最高美誉的世界小姐皇冠。那一刻啊，她不仅仅是美，更是一种打破西方审美的东方冲击。在这个名利场里，美貌是一种稀缺资源，而富豪们最喜欢做的就是收藏这种资源。但张子琳太聪明了，她深知经济学里的一个道理啊，依附于他人的美貌呢是折旧资产，随着年龄增长会贬值，而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选择权才是增值资产。她看得很透，豪门饭碗不好端，所谓的豪门生活呢，往往意味着你得交出自由作为交换，不能随意抛头露面，要遵守繁琐的家规，甚至沦为了家族联姻的工具，或者是传宗接代的载体。对于一个灵魂自由的射手座来说啊，这简直是比坐牢还要难受。所以当那个叫做聂磊的男人出现时，所有人都是大跌眼镜。聂磊是谁呀？某金融公司的高管啊，听着头衔不错，是一个青年才俊啊，但在那些个动辄几十亿身家的富豪面前，这月薪3、4万的他简直就是个穷小子。论身价，那时候张子琳呢已经是千万级别的商业价值了，这聂磊连他的零头都不到呀。但是张子琳看中他什么呢？不是钱包的厚度，而是灵魂的密度。两人呢都是人大校友，学历相当。聂磊在学校里啊那是排球王子啊，张子琳呢是跨栏冠军，运动细胞高度契合，俩人都爱旅行啊，爱狗啊，爱宅在家里过小日子。这种精神层面的门当户对，对张子琳来说啊，这比银行卡的数字要重要1万倍。2013年呢，没有世纪婚礼的铺张浪费，没有媒体的长枪短炮，俩人在普吉岛悄悄就把这婚礼结了。有人说你下嫁亏了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聂磊虽然说不是超级富豪，但人家呢也是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做到了副总裁位置的精英。这种男人情绪稳定，有上进心，最重要的是啊，他尊重张子琳，他不需要张子琳做一个被圈养的金丝雀，而是支持他继续在 T 台上发光发热。那一年呢，张子琳身怀6甲，怀孕已经整整6个月了。节目组呢设计了一套重达80斤的华服，为了舞台效果啊，还得踩着15厘米的恨天高。咱说咱普通人怀孕6个月，你稍微往那站久一点，那腰都快断了，脚肿的跟发面馒头似的。可张子琳呢，为了不影响团队的进度啊，她在排练的时候那是一声不吭，没有要求任何的特殊照顾。当大幕拉开，灯光聚焦，她穿着那件啊，光是看着都觉得沉重的礼服，稳稳的走在 C 位。那一刻呢，她身边的奚梦瑶、何穗都是顶尖超模，但在张子琳那种母性光辉与女王气场交织的压迫感下，也显得是有些黯然失色。她在台上走的每一步啊，都像是在告诉世界，老娘的选择从未错过。现在的张子琳已经38岁了啊，女儿乖巧可爱，完美继承了她的大长腿基因，老公事业有成，把她宠成了公主。她自己呢，依然保持着令人嫉妒的超模身材，想工作就工作，想休息就休息。反观那些啊，当年为了嫁入豪门而放弃事业，甚至是放弃了尊严的女性啊，如今有多少人在深夜里痛哭？又有多少人为了争夺遗产打的是头破血流？又
有多少人沦为了豪门拓招的牺牲品？张子霖呢，在微博简介里写着一句话：一个幸运的普通人。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，张子霖呢，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：真正的豪门呢，不是你嫁给了谁，而是你自己啊，就是豪门。真正的底气呢，不是你兜里有多少钱，而是你拥有随时可以说不的权利。所以啊，别再问张子霖为什么不嫁豪门了，因为在爱情和自由面前，那30个也真的就是一堆废纸。